塔图姆和杰伦布朗为什么要扔掉这件球衣？杜克和肯塔基是宿敌吗 ？NCAA 中有哪些宿敌？大家好，这里是 Telfair， 我们一起来挖掘真实励志有趣的篮球文化。你的点赞让我不停更新。最近很多朋友都给我发来了凯尔特人队的这个视频，将大学宿敌的球衣偷偷掺在球员自己的球衣里面，让球员来签名。其实其他队也做过类似的恶搞视频，比如黄蜂队和热火队。在 NCAA 疯狂3月进行之际，我想和大家介绍一下这些视频里面提到的 NCAA 大学宿敌。杰森·塔图姆大学就读于杜克大学，而他拿到的这件球衣是一件北卡罗来纳大学的球衣。北卡与杜克是如今 NCAA 中最著名的一对宿敌。从上个世纪50年代，北卡和杜克的篮球队就已经开始了对抗。2006年，杜克的传奇球员 JJ 雷迪克大学生涯的最后一场主场比赛就被北卡毁掉，北卡限制了他的发挥，还带走了胜利。2012年，杜克的大一新人奥斯汀·里夫斯用一记3分绝杀了北卡。2015年，泰勒斯·琼斯带领杜克完成逆转。2021至22赛季，在老 K 教练的最后一场主场比赛，甚至是老 K 教练最后一场执教的比赛，都被北卡搅局，让老 K 教练带着遗憾告别了篮球生涯。截至2025年，北卡和杜克已经进行了265场对抗，北卡赢下了其中的145场，领先杜克的120场。每一次北卡前来客场挑战，杜克的学生球迷们都会顶着寒冷的天气，提前40多天开始排队。他们会搭建起100余个帐篷，在帐篷里住上1个多月，只为了看这一场比赛。2016至17赛季大一的塔图姆在常规赛主场对阵北卡的比赛中得到全场最高的19分，而在 ACC 半决赛中，塔图姆又得到全场最高分，帮助杜克淘汰1号种子北卡，并最终拿下 ACC 冠军。塞斯库里拿到了这件 T 恤，同样是北卡，他同样是杜克大学的校友。在利伯提大学打了1个赛季之后，大二的塞斯库里在2009年转学来到杜克，并在这里度过了4年的时光。马克威廉姆斯是塔图姆和小库里杜克的学弟，他在杜克打了2个赛季，所以他也拿到了一件北卡的 T 恤。What is this? 杰伦布朗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，他拿到了一件斯坦福大学的球衣。UC Berkeley 和斯坦福都位于加州湾区，也都是世界闻名的学术名校。而在体育方面，他们则是宿敌。1892年，当时的斯坦福橄榄球队经理，日后的美国总统赫伯特·胡佛组织了2所学校的第一次对决。之后，2所学校之间的比赛被称为 Big Game。如今 Big Game 已经进行了127次，跨越了130多年的历史。高中时期，全美排名前3的杰伦·布朗在一众篮球名校中挑选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。据他所说，他受到了一名名叫米切尔的女同学的影响。在伯克利，布朗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高等教育。进入 NBA 之后，他也会回到伯克利进行演讲。但是值得一提的是，很多球迷因为布朗就读于加州伯克利，就觉得布朗在高中就是一名学霸。因为布朗拿的是篮球奖学金，与普通人的申请并不一样，成绩这方面并没有很高的要求。德里克·怀特拿到了一件内布拉斯加大学的球衣。2012年，只有1.8米不到的德里克·怀特没有收到任何D1大学的 offer。机缘巧合之下，他来到了一所 D2 的大学——科罗拉多大学 Springs 分校。在这所学校打了3年之后，场均25.8分的怀特统治了 D2 级别，他入选 D2 全美最佳阵容。之后，他转学来到科罗拉多大学，而科罗拉多大学的宿敌正是隔壁州的内布拉斯加大学。人称鸭王的佩顿·普理查德在俄勒冈大学打满了4年，他拿到了一件俄勒冈州立的球衣。不难猜出，同处于俄勒冈州的俄勒冈大学和俄勒冈州立大学是宿敌，他们之间的对决被称为 Civil War 内战。洛杉矶本地人朱霍勒迪是 UCLA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校友，他拿到了一件亚利桑那大学的球衣。2所学校的对决从1923年就开始了。1978年，亚利桑那来到 Pac-10 联盟之后，2队1个赛季至少要打2场比赛。作为全美顶尖的高中生之一，朱霍勒迪在 UCLA 的1年并不顺利。在之后的视频中，我们还会说到。但是亚利桑那大学可能并不是 UCLA 最大的宿敌。同样来自 UCLA 的哈梅·海克斯拿到了一件 USC 的球衣。USC 南加州大学可能才是 UCLA 最大的宿敌。UCLA 和 USC 都在洛杉矶，2所学校之间只有19公里的距离。UCLA 与 USC 的橄榄球机缘已久。1967年，日后的 NFL 明星 O.J. 辛普森就是在与 UCLA 的世纪之战中贡献了自己大学生涯中最亮眼的表现之一。28年后，他又成为了著名的世纪审判 O.J. 辛普森案的主角，这是后话了。而2所学校篮球队之间的恩怨
可能要等到2004至05赛季。在历史上，约翰·伍登教练所执教的 UCLA 是 NCAA 历史上最成功的篮球队，而 USC 的篮球并不出名。在尼克杨入学之前 ，USC 在 NBA 选秀首轮中被选中的球员不超过3位 ，USC 更像是一座橄榄球学校。在尼克杨毕业的那一年，他的高中竞争对手乔丹·法瓦尔加入了 UCLA， 于是尼克杨也势必要加入 USC， 与他一决高下。在 USC 的3年，他带领球队越打越好。2007年疯狂3月第2轮，他拿下全队最高的22分，淘汰了由年度最佳球员凯文·杜兰特所率领的德克萨斯大学。在尼克杨进入联盟之后，顶尖的高中生们也开始涌入 USC。OJ 梅奥、德马尔·德罗赞、埃文·莫布里都以全国前10高中生的身份加入 USC， 并以乐透球的身份进入联盟。来自佛罗里达的埃尔霍福德拿到了一件肯塔基大学的球衣。佛罗里达和肯塔基都是 SEC 东南联盟的体育名校。2023年2月4日，肯塔基主场迎战佛罗里达大学的比赛中，肯塔基的保安 Dr. Bluecoat 蓝衣道格因为朝佛罗里达大学的球迷竖中指而遭到学校的开除，而3名佛罗里达大学的粉丝因为拉拽了肯塔基的队员卡森·华莱士被逐出了球场。2025年，肯塔基和佛罗里达都打进了疯狂3月的甜蜜16强。说到肯塔基大学，来自肯塔基大学的尼克·理查兹、阿德巴约和泰勒·希罗都拿到了一件杜克的球衣。肯塔基大学和杜克大学都是 NCAA 男篮的贵族。最近10几年的顶尖高中生往往都会在这2所学校之间进行抉择，但是杜克在 ACC 联盟，而肯塔基在 SEC， 两支学校其实没有什么交手的机会。说到两队最大的恩怨，还要追溯到1992年。1992年的精英8强，杜克对阵肯塔基的比赛中，杜克的克里斯蒂安·莱特纳贡献了经典绝杀，这记绝杀相当于 NCAA 版的 The Shot。肯塔基大学最大的宿敌应该是路易维尔大学，所以来自路易维尔的特里罗齐尔就拿到了一件肯塔基大学的球衣。在肯塔基州，篮球名校肯塔基大学野猫队和路易维尔大学红雀队是最有名的宿敌。曾经，肯塔基的主教练约翰·卡利帕里与路易维尔的里克皮迪诺2人之间也有着各种恩怨情仇。2013至14赛季，罗齐尔与哈雷尔所在的路易维尔在疯狂3月的甜蜜16强被肯塔基直接淘汰。2014至15赛季，拥有唐斯、布克等人的肯塔基大学在常规赛取得了不败的战绩，而罗齐尔所率领的路易维尔也成为了他们37连胜道路上的垫脚石。接下来的2个赛季，路易维尔的多诺万·米切尔先后迎战过贾马尔·莫雷所率领的肯塔基，以及福克斯、阿德巴约和蒙克所率领的肯塔基。2017年，高斯的 SGA 刚刚承诺加入肯塔基大学，就在高中生全明星赛肯塔基德比中领教了路易维尔球迷的嘘声。接下来的2017至18赛季，对阵路易维尔的比赛几乎成为了他大学生涯的转折点。在这场牵动着整个肯塔基州的焦点战中， SGA 替补出场，他用全队最高的24分、5个篮板、4次助攻、3次抢断的表现，带领球队赢得了比赛，也赢得了肯塔基球迷的认可。这场比赛之后， SGA 逐渐成为了球队的首发。迈尔斯·布里奇斯在密歇根州立大学度过了2年的时光，他拿到这件球衣是一件密歇根大学的球衣。密歇根大学和密歇根州立是密歇根州的宿敌。从1953年开始，双方在橄榄球比赛中获胜的一方可以赢得一个叫做 Paul Bunyan 的伐木工人奖杯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两支学校的篮球项目同样成为了宿敌。为了争夺来自密歇根州的篮球天才克里斯·韦伯等人，密歇根大学甚至使用了违规招募的手段，这是 NCAA 历史上最大的招生丑闻之一。FBI 和美国司法部也参与了这个案件的调查。值得一提的是，2022年发生冲突的德拉蒙德·格林和乔丹·普尔就分别来自于密歇根州立和密歇根大学。2025年，密歇根州立和密歇根大学都打进了疯狂3月的甜蜜16强。热火的邓肯·罗宾逊正好来自于密歇根大学，但是热火并没有为他准备一件密歇根州立的球衣，而是一件 OSU 俄亥俄州立的球衣。在 NCAA 橄榄球的历史上，这是历史最悠久的宿敌之一。早在1897年，两队就开始了对抗。2024年年底，两队刚刚在橄榄球比赛赛后发生过冲突。来自阿拉巴马大学的布兰登·米勒拿到了一件奥本大学的球衣。同在阿拉巴马州的阿拉巴马大学和奥本大学都是橄榄球的名校，他们之间的比赛叫做 Iron Bowl 铁碗。两个学校橄榄球的恩怨同样延续到篮球场上。NBA 名宿查尔斯·巴克利曾经就是奥本大学的球员，直到现在他都是阿拉巴马大学的死敌。But I can never root for Alabama under any circumstances. I told you, if they played Afghanistan, I'd be pulling for Afghanistan. 2025年，阿拉巴马和奥本都打进了疯狂3月的甜蜜16强。在制作2025年疯狂3月科普的时候，我提到了2024至25赛季分区以及球队的变化。
我提到了 UCLA 和 USC 这对洛杉矶宿敌一起离开 Pac-12 去到了 Big Ten 联盟，而加州伯克利和斯坦福大学这对宿敌选择一起加入 ACC 联盟。评论中有的朋友问，为什么都是宿敌了还要去到同一个分区？其实这些宿敌之间的比赛同样是 NCAA 体育文化的重要部分，每一年这些相爱相杀的宿敌焦点战都会成为球迷们津津乐道的节目，而缺少宿敌之间的比赛，可能也就缺少了很多乐趣。说到 NCAA， 我想到很多朋友都会在私信中问我，是不是球员故事只会做高中和大学部分，做到 NBA 就不会再做了？其实并不是这样的。哈利伯顿和 SGA 的球员故事其实都已经做到 NBA 之后的故事了，不是吗？但是我不得不承认，球员故事中 NBA 的部分或者涉及到 NBA 的内容确实很不好做，因为 NBA 的版权是一个巨大的问题。如果我的视频真的是搬运、洗稿或者解说，这个问题并不难解决。一条洗稿视频或者解说视频是这样制作的：我先下载一个英文的视频，将声音去掉，录制一段我的中文解说，然后将原视频的 NBA 画面替换掉就可以了。但是我的视频都是自己写的文案，所以我在写文案的时候就会纠结很多，这个内容能不能写？这场比赛到底提不提？这个内容写了能不能找到对应的画面？如果有大量 NBA 的画面，那么这段内容的篇幅要不要缩减？上述这些都是我在写文案时候的纠结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也希望每一个球员的球员故事能尽早和大家见面。只要我在做，就会努力去更新。这里是 Telfair， Peace。